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这期要介绍的游戏发布时间来到了1990年的7月，暑期档游戏的数量又增加了。这个时间点，红白机作为成熟又能稳定赚钱的平台，除了经常能看到一些高素质的末期作品，还作为整个游戏工业的试验场，时不时能看到风格古怪和脑洞清奇的神秘游戏。下面就一起看看本期的游戏阵容。吉利根岛的冒险。上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播出过一档情景喜剧，叫《吉利根岛》。该剧讲述了一艘短途旅行的包租船在途中遭遇风暴，7位遇难者在荒岛上挣扎求生的滑稽冒险。大多数的剧集都围绕着性格迥异的遇难者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试图脱离困境却屡屡失败。船上笨手笨脚的大副吉利根通常是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这部剧集在美国很有知名度，万代将它改编成了一款动作游戏，在北美发布。游戏里的故事都是取材于电视剧里的内容，主题也是在荒岛上生存，划分为4个章节，相当于4个关卡。原剧的主要角色都有登场，而且用了原作的主题曲。玩家能控制的角色是船长，吉利根跟随在船长的身后，由电脑自动控制。荒岛被划分成了多个屏幕大小，还有岔路，有些迷宫的属性。角色在画面内横向移动，也可以小幅度的上下移动。在关卡里的目标是要在岛上四处探索，收集物品，同时与其他的幸存者角色交谈，解开谜题，推动剧情。基本操作和常规的横版动作游戏类似， A 键跳跃， B 键攻击。一开始船长的攻击方式是用拳头，后面能用木棒。画面的下方显示角色剩余的生命值和过关的倒计时，时不时的还会出现搞笑的对话内容。按下选择键打开菜单，在这里可以查看地图，地图上显示本章节的所有区域以及其他的人物的位置，还可以使用菜单里的物品。场景里经常有野兽出现，还有些危险的陷阱区域，像是泥潭、水坑和流沙。除了应对敌人和找到同伴对话，电脑控制的吉利根有时会迷路或者被困在障碍和陷阱的地方，这时需要将它找回来，或者使用绳子进行营救。可用的道具种类很少，除了绳子，还有回复生命值的香蕉和增加时间的沙漏。游戏的4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 BOSS 需要对付。完成一个章节的内容后，有结算的画面，并显示一串过关的密码。和很多早期美版的这类影视剧改编游戏一样，卖点主要是依靠原作的内容和人气，本身的游戏素质一般，动作部分和攻击的判定做得很粗糙。不过游戏能够很好的把电视剧的剧情和幽默的氛围融入进来。如果是当年国外电视剧的粉丝，应该能喜欢这部作品。个人评价2星半。决战西洋棋，这是一款移植作品。原版游戏1988年发布在几个电脑平台，由 Interplay Productions 开发和发行。公司旗下有不少经典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早期的辐射系列。80年代的时候，公司主要和 EA 合作，1988年开始独立发行作品。决战西洋棋这个系列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NES 的移植版由 Data East 发布。游戏本质就是传统的国际象棋，只是这个版本给棋盘上的棋子都设计了形象，并绘制了动画。吃掉对方的棋子时有专门的动画。开局前提供标准的国际象棋选项，像是移动设置里可以毁棋、设置棋盘，还可以切换到传统的2D 棋盘。去掉动画，让游戏速度更快。有几个不同难度的电脑对手可供选择。对局时的动画有的很恶搞，像是国王会用手枪将对方消灭。早年这种在传统棋类上加入动画的游戏能给人带来新鲜感，因此本作的原版当时很受欢迎。不过不同的组合动画都只有一种，玩久了会因为不断重复感到乏味，游戏的节奏也很慢。好在可以在设置界面里切换，但电脑思考时间很长。现在来玩的话需要极大的耐心，不太适合怀旧重温。个人评价2颗星。大轮赛车，由 Acclaim 发行的一款赛车类的作品，以大轮赛车为主题。游戏的英文原名 Bigfoot 大脚怪，专门指的是封面里蓝色的大轮赛车。这种赛车运动在美国很受欢迎，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有线体育台没有授权也能看 ESPN 的转播，其中就有这种大轮车的比赛。看着巨大的轮胎从一排报废车辆上碾过去的时候，相当的过瘾。单人游戏时，玩家控制蓝色的车辆大脚怪；如果是双人游戏，2P 玩家控制红色车辆。在美国的大地图上，从洛杉矶一直到纽约，沿途经过不同的城市参加比赛，每个地点相当于一个关卡。游戏的目标是在尽可能减少车辆损坏的情况下，获得积分和金钱，战胜对手晋级到下一关。每关有2种比赛模式，第一种是俯视角的场景，和另一个对手直接较量。这个场景里的操作方式，方向键控制转向， A 键加速， B 键使用道具。画面下方显示车辆的耐久，两边的方框显示持有的道具。在比赛过程中，除了收集现金道具，氮气瓶图案的道具能使用涡轮增压，还有几种攻防道具。锯片图案的道具在车辆的前方开启电锯，攻击对方车辆能削弱耐久。像一块瓷砖的图案是护盾，有短暂的防护效果。弹簧图案的道具能让车辆弹起，飞越栅栏和树木的障碍，也能越过对手。扳手图案的道具修复受到的损伤。到达终点获胜后，可以花钱给车辆升级加点。4个项目分别是发动机、轮胎、变速箱和悬挂。接着进入关卡的第2部分，测试图的横版比赛场景。这个场景的操作方式发生变化，反复的按左右方向键加速， B 键使用涡轮增压， A 键换挡。横版比赛在不同的关卡有几种不同的主题，包括了碾压汽车、泥地竞速、爬坡赛和拖车赛等等。当和电脑控制的赛车对战，对手失败或者是耐久用尽损坏后，后面的关卡有新的赛车替补。绿色的车辆叫咆哮者，黄色的是冲锋者。在赢得了最终的纽约关卡之后，能看到简短的通关画面。大轮赛车作为主题的游戏应该是很有潜力的，但这部作品在操作上实在是太糟糕了，尤其是横版的部分。游戏模式设计的也不够有趣，搭配起来感觉不到太多的趣味。个人评价2颗星。勇士们，这款游戏来自街机的移植，原版是1988年发布的，街机版是由一家叫做 TED 的公司开发，它是从 Data East 衍生出来的，这也是该公司开发的首款游戏。作为一款动作射击类型的作品，街机版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采用了与地面平行的视角，从人物的后方显示，而不像当时卡普空的《战场之狼》这类主流游戏的俯视角。NES 的这个版本由 Rare 开发，在移植的过程中，由于无法访问游戏的源代码，开发人员只能反复游玩，凭借记忆重新绘制画面。街机的美版和 NES 的这个版本都没有很具体的故事设定，玩家扮演一名身份不明的突击队员，目标是摧毁多个敌方的军事基地。可以双人同时游戏，由于街机原版使用模拟球进行瞄准，用摇杆控制移动，而 NES 主机没有对应的设备，仅用手柄控制，操作方式就有些复杂。人物只能左右移动，对应左右方向键，上下方向键是移动准心。按住 B 键时，人物左右移动会变成奔跑， B 键加左下和右下方向键，角色在地面翻滚， B 键加左上和右上也是翻滚，但和地面翻滚的动作不一样，用这2招能躲避敌人的攻击。持续的按住 A 键发射子弹，初始的武器弹药无限，射击时人物不能移动，此时左右方向键是移动准心，但可以下蹲，快速的按 A 键扔手雷，弹药数量有限。听起来整个的操作比较复杂，但稍稍的适应之后就能从容应对。关卡里的目标是要消灭足够数量的敌人，进度条是在画面下方的一个量表，除了射击敌人，还能摧毁建筑和地形。画面两侧主角前方通常有2道墙，在每关的一开始有一些防御效果。强化道具主要是机枪和不同颜色的步枪，一段时间内加快射击的速度或者增加射击的威力。再就是补充手榴弹的弹药，总共有5个关卡，每个关卡又分成了4个场景，敌人主要是不同颜色的士兵、坦克和飞机。角色每次过关都用一个很滑稽的动作跑向下一个场景。每个关卡的最后还有一场 BOSS 战， BOSS 包括了大型的飞机、潜艇、不同形态的炮塔等等。NES 的这个版本画面做得很粗糙，音乐音效也一般，90年这样的画质水准有些看不过去，不过上手后感觉游戏性还不错，
操作也流畅。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同屏呈现的敌人和子弹的数量都比较可观。如果能忍受粗劣的画面效果，还是值得一玩的。个人评价3颗星。小联盟棒球冠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棒球游戏了，不过又到了暑期档的时间，这类游戏是不会缺席的。这时 SNK 推出了一款棒球作品，只发行了美版。之前 SNK 曾经在红白机上出过一款明星棒球，在第52期介绍过。本作和明星棒球使用了相同的引擎，游戏以青少年棒球为主题。这个时间点发布，旨在庆祝小联盟成立50周年。游戏模式有冠军系列赛、单场表演赛，还有一个选项能查看不同球队的实力分析。可选队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16支少棒联盟的队伍。因为是青少年比赛，不包括延长赛的情况下，每场比赛只打6局。如果一方领先10分或者是以上，比赛提前结束。比赛内球员的形象、投球和击球的动作以及参数的设计，也都是参照了青少年棒球的特点。投手和击球手在各自活动的区域内几乎可以自由移动，其他的内容设计就和当时大部分的棒球游戏很相似了。SNK 之前的明星棒球在北美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所以它的棒球游戏重点放在了北美市场。虽然本作没有日版，但使用了相同的引擎，基本的素质还是有保证的。个人评价3颗星。疯狂的麦克斯，根据同名的系列电影改编的一款游戏。疯狂的麦克斯系列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末世题材幻想电影，讲述在不久的未来，由于资源短缺，人类文明已经崩溃，在废土世界里发生的故事。1979年首部作品上映，1981年上映了系列的第2部。系列电影的前几部都是由梅尔·吉布森主演。这款 NES 游戏就是改编自电影的第2部，由加拿大的工作室 Grey Matter 开发， Mindscape 发行。玩家扮演电影里的主角麦克斯，目标是要在末日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通过与掠夺者战斗，收集宝贵的食物、水、汽油和金钱等资源，以便继续向更远的沙漠荒原进发。游戏的玩法基本上属于动作类，但有很多车辆驾驶的部分。一开始在一个俯视角的场景里控制麦克斯的特殊车辆，这个非线性的关卡被称为公路战，会遭遇敌方的车辆、障碍，还有敌人从掩体里扔出来的炸弹。主角对付敌人的方式也是扔炸弹，但数量极其有限。画面的左下方显示剩余的汽油，油量耗尽就算失败。关卡中散落着废弃的矿井，每个矿井有一个小棚子作为标志。进到里面之后，麦克斯会下车，在一个类似迷宫的场景里探索。矿井内可以找到食物、水、燃料和弹药，同时要对付敌方的幸存者。这时麦克斯的武器是一把弹药有限的霰弹枪。在矿井里找到足够的资源之后，前往小型服务站，这就是游戏里的商店，用食物和水购买其他的资源，也有汽车维修的服务。最重要的是兑换竞技场的通行证。拿到通行证之后，找到一个巨大的洞穴入口进入竞技场。在竞技场内是驾驶车辆的生存模式，与敌方的车辆碰撞，将他们挤到深渊或者掉进随机打开的陷阱里。击败所有的敌方车辆后进入下一关。按照前面介绍的这种模式循环进行，在第3场也就是最后一场竞技场结束之后，和最终的 BOSS 进行1对1的弩箭射击决斗，击败 BOSS 就能通关。游戏没有太多的剧情，和电影的关联也不大。几种不同的模式搭配起来的想法算是不错，但缺少打磨，游戏性不高。特别是废土探索的部分比较无聊。音效很有特点，像是驾驶、射击和爆炸时这些合成音效很逼真。整体看来素质一般，可玩的内容也不多。个人评价2星半。拼图工厂 LJN 发布的一款桌面类的作品，游戏的玩法来源于经典的猜词游戏你画我猜。游玩的场景主要倾向于多人聚会，玩家最多可以组成4支队伍，每队的玩家人数不限。开始界面有2种游戏模式，常规模式和替代模式，另外还有一个绘画练习。在常规模式里选择组队或者与电脑对战，
如果是与电脑对战，又或者只有2名玩家，将通过完成一系列小游戏来进行。基本的玩法是在一个棋盘上扔骰子，根据得到的点数在格子上移动，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获胜。但想要得到扔骰子的机会，就得成功的完成猜词的小游戏。有4种类型的小游戏：消防救援，救下从楼上坠落的人；油漆入侵者，用油漆作为子弹射击消灭怪物；搬箱子，把箱子从画面的左边搬到右边；太空任务，移动和跳跃收集蓝色的圆球。这几种小游戏的目标都是要在画面下方倒计时结束前，尽可能多的获得右侧图形的拼图。小游戏到时间后，根据已经得到的拼图组成的图形，在倒计时内猜单词或者词组，答对的话得到扔骰子的机会。在第2个替代模式里，基本玩法和常规模式一样，也是在棋盘上扔骰子，但小游戏被替换成了玩家手动绘制，根据绘制的图形猜词。这个模式只能多人聚会时玩，是否猜对由玩家自己判断。每轮结束后，游戏内会询问玩家哪支队伍答对，根据选择决定棋盘上的移动。虽然说设置了几个不同的小游戏，但主要的内容还是你画我猜。真要是多人聚会，自己找纸和笔画画，可能比用这个游戏来画要方便得多。个人评价2颗星。双蛇城游戏的英文原名 Snake Rattle and Roll， 所以也有翻译叫响尾蛇与大蟒蛇。这款极具创意的游戏由 Rare 开发，也是公司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由任天堂针对欧美市场发布，后来世嘉还在 MD 上发布了移植版。游戏以 Rattle 和 Roll 2条蛇作为主角，可以双人同时游戏，画面以 3D 的等距视角呈现。在关卡里的目标是要吃掉足够多的 Nibbly Bibblies， 是一种小圆球，以此来增加蛇的体重，然后敲响关卡尽头称重机上的铃铛，打开通往下一关的门。方向键控制蛇移动，用吐舌头的方式捡起小圆球，舌头也可以攻击敌人。蛇吃东西之后会变长，吃下相同颜色的圆球长得更快，黄色的圆球长得最多。每个关卡中都有随机喷出小球的发射器，但同时也会喷出伤害角色的炸弹。当蛇到了足够的长度时，尾巴会开始闪烁，意味着有足够的重量离开这一层，这时就能敲响铃铛，打开出口的门。在这种基础玩法之上，关卡里有各种障碍和敌人，可以在障碍之间跳跃或者是踩敌人。当被敌人击中，会失去一节身体，全部耗尽，失去1条生命。从过高的地点摔下去，倒计时耗尽，触碰尖锐物体或者是被上方的物体压扁，也会损失生命。此外，如果是在某些水域停留时间过长，会遭到鲨鱼的攻击，被攻击的蛇弹得很高，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到达一些普通的跳跃无法达到的地方。有一些可以收集的物品来帮助通关，除了不同颜色的小球，舌头图案的道具能延长吐舌的距离，蛇的脑袋图案获得奖命，时钟图案增加倒计时，钻石能获得隐身的能力，还有加快速度或者反转方向控制的道具。场景里还散布着许多的盖子，揭开这些盖子可能出现道具和奖励，也有可能是敌人，还有可能进入奖励的区域。在奖励区域里，一个发射器会不断地吐出小球。总共有11个关卡，有几个地方隐藏着传送点可以跳关。每次过关后有一个结算的画面，呈现通过关卡的表现评价，根据得到不同颜色的球的数量结算分数。过关后蛇的身体会被重置。后面有的关卡由多个场景构成，要经过好几道门才能过关。最后一关是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击败大角，乘坐 UFO 进入太空，游戏通关。这部作品的风格相当的独特，3D 化的等距视角，奇特的角色和道具，配乐也很有意思，整体充满了幽默感，趣味十足。操作上手简单，但想要控制好并不容易，特别是到了后期，有些场景的设计对操作的要求极高，难度也很有挑战性。在国内应该很多的朋友小时候玩过这个游戏，很适合和小伙伴一起玩。但实际上本作当年在欧美市场销量不佳，知名度也不高。后来有媒体总结，认为主角缺乏辨识度可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我觉得游戏性还是相当高的，但内容的多样性略有欠缺，个人评价4颗星。
魔城奇兵三次元迷宫的狂兽，由英国公司 Software Creations 开发的作品。这个游戏名来自于日版的翻译。最先发布的版本是美版，但两个版本发布时间挨得很近。美版的发行方当时叫 CSG 影像软件，属于索尼旗下的子公司，日版也是索尼发行的。1年之后的欧版由任天堂发布。93年在超任上还有一部续作。有一个简单的故事设定，邪恶男爵莫比乌斯绑架了艾莉诺公主，巫师沙达克斯为了救出公主展开冒险。游戏属于动作解谜的类型，采用了 3D 等距视角，玩家控制巫师沙达克斯穿梭于卡斯特勒洛克要塞。这个要塞是由250个固定画面的房间组成的迷宫，终极目标是要收集名为德姆诺斯法杖的6块碎片，才能击败邪恶男爵。主角基本的能力除了移动和跳跃，还能捡起场景的物品，并放置在房间内不同的地方。这个能力主要用来解谜。打开菜单可以查看地图，地图上显示已经到过的房间布局和出口，还能显示已探索房间的数量和百分比。菜单右边的物品栏还有4种不同颜色的魔法药水，这些药水也是常用的解谜道具。作用分别是赋予玩家短暂的无敌状态，摧毁房间内所有移动的物体，冻结时间，以及让不可见的物体显现。一开始每种药水有2剂，在探索的过程中可以补充。房间的类型很丰富，有不同岔路的连接，有的布满尖刺或者陷阱，有的是传送带，消失的桥梁和地板，以及漂浮的地雷。有些房间里有巨魔、巨型蜘蛛和恶魔等敌人，不能碰到这些敌人。有的房间里有可以移动的物体，利用这些物体解谜，绕过敌人和陷阱，再结合魔法药水的效果和平台跳跃的操作，是游戏的核心内容。除了收集主线目标的6个法杖碎片和魔法药水道具，游戏初期能够得到魔法精灵靴，增加角色的跳跃力。有的地方能找到魔法钥匙，作用是用来进入特定的房间。蓝色尖顶帽图案的道具获得1条额外的生命。集齐全部的法杖碎片后，来到公主被关押的房间，一段剧情后男爵被打败，救出公主。红白机上这种等距视角的游戏很少，这期一下出现了2款。这样的形式早期欧美的厂商比较喜欢用，这种视角结合本作的解谜内容，感觉有时会给操作造成麻烦。不过总体来看，游戏的解谜设计相当的不错，数量多，形式丰富，也有一定的挑战性。游戏节奏也很不错。另一大优点是配乐，氛围浓郁，而且相当的有辨识度。当时负责的游戏作曲是年仅20岁的蒂姆·弗林，因为这款游戏的声音处理技巧而被英国的国内称为巴比特音乐的天才。游戏评价3星半。帽子方块，这是一款和俄罗斯方块类似的消除型的益智游戏。随着89年以后 Game Boy 的推出，休闲益智类的游戏数量逐渐变多了。像这种很适合在掌机上玩的游戏，一般都会出掌机版，本作也不例外。这款游戏的设计师之一是俄罗斯方块之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为防弹软件开发了这部作品。除了 FC 和 GB 版，游戏还登陆了 PCE、街机和多个电脑平台。红白机上先发行了一个日版，2年后推出了美版。2个版本在界面和内容上稍有区别，但基本的玩法都一样。开始界面可以选择关卡级别和商店的级别，不同级别游戏的速度和帽子类型数量有所区别。在一个固定的画面内，2个帽子从上方成对下落，下落的过程中可以交换帽子的位置。帽子落到最下方，将它们堆叠起来，在竖直的方向上连续堆叠5个相同的帽子，就能将其消除。达到画面右侧的目标消除数量，进入下一个级别。如果帽子堆得过高，超过了上面的限制，游戏结束。帽子的类型最多有6种，高度都不一样。有一种情况，由于堆叠的高度不同，有可能一边的帽子已经堆了起来，另一边还没有降到底。这个时候可以左右移动另一个帽子的位置。后发行的美版游戏界面和日版不同，屏幕的下方增加了6个脑袋用来放置帽子，另外还多了2个胡子大叔，一个长着红色头发和胡子，另一个是金色头发。当画面的右侧2个胡子大叔的进度格子被填满之后，就能使用对应角色的技能。红发大叔可以从任意一堆帽子的底部挑选5顶帽子将其移除，
金发大叔可以把一堆帽子挪到另一列的地方。因为多了这2个帮手，游戏的难度比日版要低。虽然这款游戏没有俄罗斯方块那么有名，但作为同类型的作品，玩法还是不错的，也有自己的特点，特别适合掌机上打发碎片时间。个人评价3颗星。飞龙之拳3五人龙战士，文化大脑开发和发行的飞龙之拳系列在红白机上的第3部作品，1代和2代的发行时间分别是1987年2月和1988年7月，在第18期和第38期节目里介绍过。时隔2年推出了系列的第3作，3代世界观和2代很相似。故事讲述了包括主角龙飞在内的5位龙战士，在经历了和龙魔王、黑暗组织龙之牙和月光众等邪恶势力的战斗之后，最终获得了胜利。但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一颗邪恶的红色星辰突然出现，人们神秘失踪，城市被暴徒支配，5位龙战士再次投入到战斗当中。游戏在开始的界面可以选择3种难度，分别是儿童模式、普通模式和疯狂模式，还有2种不同的操作方式，初学者模式和大师模式。上一作里的很多元素在本作当中都继承了下来，但舍弃了2代 ARPG 的成长元素和世界探索，回归了最本源的横版动作。在大 BOSS 战的时候依然采用了系列特色的星眼系统。在横版战斗的部分，初学者和大师模式的按键操作不一样，初学者模式 B 键攻击， A 键是跳跃，而大师模式里 B 键踢腿， A 键出拳，结合方向键有不同的攻击动作，方向键上是跳跃，上加 AB 键使出旋风踢，连续消灭敌人积累下方的 KO 量表，受到伤害时减少 KO 量表，量表蓄满之后攻击时能同时发射半月形的冲击波，有时能得到回血或者能力提升的道具。横版场景里也会有一些小 BOSS 战，在和主要的 BOSS 战斗时切换到 1v1 格斗的形式，此时出现星眼系统，当敌人身上出现红色圆点时，根据红点出现的位置，方向键结合攻击键进行上段、中段和下段的攻击，自己身上出现红点时，根据位置结合方向键进行防御。这里比较特殊的是，如果敌人身上出现蓝色的圆点，可以进行投掷攻击，如果出现字母 R 可以进行连打。1v1 格斗时，如果蓄满下方的 KO 量表，就能使用飞龙之拳的必杀技。故事剧情由5个章节组成，结构有些像勇者斗恶龙4代，第1章到第4章分别是不同的几个龙战士专属的故事。第5章的前半部分讲述了主角参加世界锦标赛，要完成多场擂台赛的战斗，后半部分5位龙战士齐聚一堂，最后是和大 BOSS 的决战。在上一作当中，中二的变身环节本作也有继承，在每个章节关键的 BOSS 战发生剧情，角色穿上盔甲变身，变身后的战斗变得更加的炫酷。大魔兽部分的战斗也继承了前作，采用 RPG 的回合制指令形式，不过这个部分的占比很少，顶多算是一个噱头。相比于上一作的2代，本作在画面风格上有些变化，图像的水准比之前要高一些，每个章节用不同的角色，只在强调他们差异性的招式和特点，以及变身后不同的武器，但这部分做的并不成功，不同角色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前作的成长元素和探索取消了之后，动作关卡设计比较单调，丰富程度反而不如之前了，加上动作部分基础的操作还是做的比较差，游戏难度不合理的偏高，3代的整体素质反而有所下降。个人评价3颗星。骰子方块又是一款消除型的益智类游戏，原始版本由泰东1990年开发和发行的街机版，来到了红白机上变成了夏目开发 POSB 发行。和之前介绍的帽子方块一样，这款游戏也有 GB 的掌机版本，有单人过关的模式，还有双人对战或者锦标赛模式。在单人的过关模式里，有5个可选的难度级别，区别是游戏的速度不一样。开始游戏后，控制画面下方的小人可以左右移动，他手上拿着一个骰子，按 B 键变更骰子的点数，从1点到6点，每个点数对应一种颜色，方便玩家识别。按 A 键将手里的骰子发射出去，画面上方也有一排排的骰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降。
当发射出去的骰子点数和击中的骰子点数相同时，就能收集这颗骰子，并且放置在底部的栏位里。点数不一样会被弹回来。底部的栏位最多收集6个骰子，收集的骰子形成一定的规律后，按方向键下就能消除顶部的区域。消除的范围1行到5行不等，取决于收集到骰子的排列形式。当收集了连续3个相同的骰子，可以消除1行；4个连续相同的骰子消除2行，以此类推。6个骰子都相同的话，一次消除4行。还有一种，骰子的点数形成顺子也能消除，3个点数形成顺子消除1行，4个组成顺子消除2行，也是以此类推。但如果集齐了1、2、3、4、5、6，可以消除5行。不过得注意，顺子的排列必须是按从小到大并且相邻才会有效。还有其他几种特殊的消除方式，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尝试。达到了画面右侧要求的消除数量，就能进入下一关。如果是双人对战或者锦标赛的模式，画面的左右两侧呈现2个选手，先被下降的骰子压垮的一方输掉比赛。如果是锦标赛，获胜的选手晋级到下一轮。这款骰子方块的消除游戏，我感觉在游戏性比前面的帽子方块要略逊一筹，应该是游戏的设计机制导致的。早年很多的这类游戏都想要复刻俄罗斯方块的成功模式，但很少有能被广大玩家记住的。个人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期接着介绍90年7月发布的游戏。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点赞、评论、订阅和关注。咱们下期再见。